课题2：微观世界1。学生透过学习本课题中的原子、分子和离子的结构，以及元素和化合物内的键合，将可获得一些基本的化学原理知识。同时，学生学习金属、巨型离子物质、简单分子物质及巨型共价物质的性质，它们可以理解物质的键合、结构和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。本章陈述元素和原子之间的关系。元素被归类为金属、非金属或半金属的元素，描述原子的结构、质子、中子和电子的特性。根据质子或中子的数量定义原子序数 Z 和质量数 A， 陈述质子、中子和电子的相对质量和电荷，以及它们在原子中的位置。如何定义元素中的同位素是和中子的数量不同有着密切关系。根据相对同位素质量和相对原子质量的数据做相关的计算。元素是一种纯物质，不能分解成更简单的物质。每个元素仅由一种原子组成，例如锂。所有物质都是由极小的原子粒子组成。因为原子极细小，肉眼是看不见。例如，生物体是由许多微小的细胞组成。无论是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细胞，本身都是由许多微小的粒子所组成，我们称之为原子，它们是极之细小。所以，单一个细胞可能已包含超过100万亿个原子。元素可分为3类：金属，大多数金属都是固体，例如钠和银是固体，但汞是一个例外，它是液体。非金属可以是固体，例如硫磺，或液体，例如溴，和气体，例如氧气。半金属或类金属，例如锡，锡广泛用于晶体管的制造。金属和非金属的物理性质。外观，金属表面有光泽，非金属表面是暗淡的，室温条件下的物理状态。金属几乎是固体，汞是例外，它是液体。非金属通常是气体或固体，溴是例外，它是液体。金属的熔点和沸点通常很高，非金属的熔点和沸点通常较低。金属通常具有展向和延性，非金属通常很脆，在固态下容易破碎。非金属不能具有延展性。金属的导热性和导电性通常很高，非金属的导热性和导电性通常较低。这是元素周期表，表中的每个框代表不同类型的原子，我们称之为元素。所以，这个方框代表元素钙。这个是硫元素，我们称这些方框为核心符号。核心符号告诉我们一大堆关于元素的资讯。看看我们从核心符号获得什么。从氢和氦的核心符号。注意的是化学符号，哪些是由1个或2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符号，不同的字母，它代表不同元素。例如 H 代表氢 ，H 和 E 代表氦。什么是原子？我们无法探索这些原子是什么，以及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。首先要知道的是，每个原子由多个较小的粒子组成，它的基本结构是一个被电子包围的中心原子核，电子围绕原子核不停地运行，而电子的轨道我们称为电子层。虽然左边的原子图我们只显示了3个电子在轨道上运行，但实际上所有的电子都会一直在移动。原子核本身由2种不同类型的粒子组成，由质子和中子紧密地连结一起组成。要点重温原子的结构。原子的结构就像一个小型太阳系，原子核就像太阳系的太阳一样，它位于原子的中心，而电子就如太阳系的行星一样，围绕住原子核不停地移动。
原子的大小取决于它是哪种元素。基本上，虽然它们是不同类型的原子，但质子和中子具有相同的质量数。它们的相对质量数是1，但电子的质量是极小，并且它的质量对比质子和中子是细小约2000倍，因此可视作非常极小，甚至假设为0。一般来说，原子的半径大约是0.1纳米左右。由左图的原子结构显示，原子核中有2个质子和2个中子，而2个电子则围绕原载核运行。同时，因质子是带正电，而中子是不带电荷，故此原子核是带正电。同时，因电子带负电，原子总体上是中性的，因此质子和电子的数量必须相同，因为质子的正电荷和电子的负电荷达至平衡，因此整个原子的电荷为0。